房贷一族拼买房，为了老后住得方便，你应该多付几百万吗？先说结论全龄友善宅未来必定大行其道，但是现在它造价很昂贵，盖起来很贵，你不一定要现在买。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直接付头期款等于你的钱在裸奔啊。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老后的居住新选择。这次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老后不住养生村，全龄友善宅成退休后新选择。那内容是这样，就是现在建商有在盖一种新的住宅叫做全龄友善宅其实就是无障碍宅那无障碍宅有一个很标志的特色，就是轮椅。它可以让你用轮椅去走全社区，然后你家也不会有那个高高低低。比方说中古屋很多，你进厕所会有一个台阶嘛，公寓这个最多了。那是里面要买那个粪管，要留那个坡度。那现在的新房子应该都没有，现在新房子就是你浴室跟房间都是平的，然后还会拉一个节水槽这样子，就是水到那边，然后还会流下去，不会漫到房间里面来。就全龄友善宅。那我有截几个新闻画面你看一下，你看，这门槛很帅自动化的呢。如果轮椅要过它会降下来，等你过了以后再升上去这就无障碍。然后你看第二个画面，这看起来好像很正常没有，你仔细看它轮椅可以过呢。所以这个社区就是有特别设计的，就是就算你老了，你要坐轮椅，或是不一定是老啦，你可能是受伤，对不对？打球耍帅怎样的，然后坐轮椅要用拐杖，你也可以继续住这里。那认真说，我个人认为这样的设计没坏建商就帮你先改起来，你到时候不用再多花一笔装潢费，因为做这个东西真的很贵，都是泥作然后你只要动到泥作就是贵就对了。然后这间房子是真的可以住一辈子。这个新闻采访的住户之前有住过养生村，他说养生村没有不好但是放眼过去都是老人不然就养生村了。那当然他觉得这个全龄友善宅比养生村好一点，因为你会听到小朋友的笑声，比较不会无聊，这讲的小朋友是哭声吧再来你要知道全龄友善宅会是未来趋势来这个全龄友善宅先说结论，未来必定盛行为什么？因为未来你没得选你一定有听过一个说法叫做不用买房子，老了我就去住长照中心就好了好，我还特别查了一下长照中心的床位的数量不查不知道，一查真是吓我一大跳。来，你看这张表就是各种社福机构照护之家等等的加起来能住的常住的床位几床不到12万床。然后你看第二张图现在已经住到 84% 了，只有不到18000张空床。好，那你也知道台湾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老龄化很夸张嘛，对不对？好来，65岁以上的人口现在多少人？468万人，你老师剩18000张床，所以我们都不要讨论说20年后老年人口会多多少，你光看现在这468万人去抢12张床这有多紧绷啊？这个中签率我也帮你算好了2.6%，你觉得你能中吗？也就是说未来长照的床位必定不足，因为老人只会海量的一直新增出来而已。今年2026，明年2027，然后又多出一大票老人，当然也会有老人走了但是老人的总数会疯狂的大增当中。最后你要知道，这么香的东西为什么推不动？好，那问题来了，全龄宅如果那么香，那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建商在大力推动？直接说结论，时间还没到现在有3个因素会让人抗拒去买这个全龄宅。来，第一个原因就是贵虽然建商是一次就把它盖起来，可是这种建案本质上就是特规，例如说自动升降门槛、走道加宽或无障碍电梯，这都客制了所以造价都不会便宜的。第二个问题你不知道哪时候会用上，因为你现在才40-50岁甚至是以下楼梯说爬就爬，这有什么门槛说过就过，这有什么所以这些设计对你来说很鸡肋然后你也觉得说弄成无障碍宅，我现在这个身体我住里面你看不起我就急了。那更尴尬的是说，等你20年以后你需要了它可能也坏了。例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自动升降门槛，这个东西要这样营运20年都好好的，怎么可能还是说之后升到一半会卡住卡住你再请人来救你。来，第3个问题，不知道未来好不好卖，真的这也是全龄宅最大的问题。
你现在买是确定要买贵，那未来不一定能够卖贵啊，因为591上现在就没有给你做什么全龄宅的选项可以勾嘛。然后即使你自己去买了这个社区，你权状上会标注这叫全龄宅吗？那个银行贷款会特别给你加分吗？不会嘛，对不对？所以除非你特别强调，不然市场现在是不当一回事的状态，又或者是说你会迎来一句话叫做我又用不到，对不对？对方跟你杀价，所以变成说你要卖的时候，买方会不会因为全龄宅要多付你一点钱？这就要打个问号现在也没有足够多的成交量，让我们告诉说，反正市场对全龄宅的需求已经几乎就是刚需了，那你说现在要不要去卡位一间？我的建议是，先不要乱动，真的先不要乱动，因为这个市场太新了，规格也还没有统一，除非你家里的长辈有无障碍的需求，不然我是认为先看风向就好等未来他们真的普及以后，你再去买，这都来得及。你要自己改也行啊，我跟你讲，改无障碍宅超贵，你可能要搞到全屋垫高，你全屋垫高，我说很老的中古屋你全屋垫高又有一个状况就是沉重很麻烦，真的很麻烦，而且呢造价你一个3房2厅这样做起来应该都要超过250万，我讲这个还略为低估你们也要改啊不能现在的厕所门那个宽度你要把它改成拉门然后变成可能120公分宽，这样你轮椅进去比较方便之类有没的。你厕所大小也要改不然你现在轮椅在里面没办法回旋我们一般普通人在用的淋浴间，那个宽度抓90抓100就算大了大概抓90公分已经很舒适很够用轮椅怎么办？轮椅洗澡是需要2个人去洗的那不是讲什么色的事情，反正就是轮椅的人你要有人帮他洗澡，你要有那个活动空间你有没有看过住过那个医院的病房或去探过病，那厕所不很大间，为什么会那么大间轮椅在里面要能够正常的使用所以就是这样。今天我讲的这个全龄友善宅这种房子的优点是透过无障碍的设计，让你就算未来你行动不便，你还是可以继续住在熟悉的家里。那我也跟你讨论了为什么它会是未来的流行趋势，那我也跟你分析目前推不动的3个原因：第一，价钱比较贵；第二，非立即性需求；第三，不确定未来市场。就这样结论是全龄宅必定是未来建案的规格，但目前市场这个还太不熟悉了，除非你家里已经有长辈需要使用到无障碍空间，不然的话你说你现在要去卡位，我个人是认为说这个先不用我们就看市场之后会怎么发展，等到这个全龄宅更普及了以后，价钱也合理以后，你爱买就买嘛，也来得及。最后我想问你，等你老了你想住哪里？ A 全龄宅老中青混在一起才热闹， B 养生村我只想跟同温层一起住， C 不知道老了再说。在讲八卦之前来点干货，很多朋友会问我说，阿元你房地产做这么久有没有口袋名单这不就来了吗？扫一下这个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这里了，进去先点影片看我介绍，让你心里有个底然后就可以直接加他们的 LINE 了。买卖房子，台北找销店，高雄找林店，美术之星，这2位都是我的大前辈，我有问题也是直接问他们，你就直接敲就对了。如果你双北要装潢汉意室内装修嘛，很多观众朋友合作以后都觉得很满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问题，有顶尖律师可以帮助你。好啦，我有的资源都给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气。最后我要请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频道会员，每个月250块钱，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设功课。高雄自产老会员都跟超过1年了，没料的话大家早就跑了。最后也不要忘了帮我按下订阅按钮。YouTube 的后台跟我说有 74% 的观众还没订阅，这样都能超过5万人支持。如果你还没订阅，麻烦先按一下买房阿元 logo 旁边那个可爱的按钮，对，点下去就对了。这样我离10万订阅又更近一点，拍片的动力也会暴增。按好了吗？感谢你这么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钱。讲故事讲故事，这是一个我听来的故事，如有雷同那就雷同了。这是我们要讲的是小黄的故事小黄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他一直有个想法，就是等爸妈年纪再大一点，就要把他们接来一起住。那这次的台股暴涨，他有赚到钱，所以他也开始看房子。那因为未来可能会接爸妈同住，他就有考虑要推轮椅的动线什么的。然后看着看着，房仲就跟他说，
如果之后要接长辈来住的话，可以考虑全龄友善宅。他那时候才知道有这个房子，也去看过1-2间。坦白说这相当不错，从社区大门到它的入户门动线设计都有考虑让轮椅族方不方便。我跟你讲，这个很多公设就是这样来的，比方说电梯的梯厅，一定要做到4平方公尺，为什么？这样轮椅才有办法回转回旋。我们的公设就是附在这个地方。你说我家没人坐轮椅，我为什么就有法规啊？就是那样，就有居住正义啊，大家都是站在道德的高地啊，不然怎么办？那很多扶手可以给老人扶，所以小黄真的很心动，觉得说这个房子爸妈住起来比较安全，但唯一不美丽的就是价格。如果要买到同样的坪数总价会高非常多，所以他就来赖我，跟我细细描述他的状况，问我说如果是我会怎么做？那我也先问了一下他爸妈的身体状况，听起来还可以前几个月还有跟那个粉红超跑做笋呢，就妈祖那走了3天2夜，所以我就跟他说如果爸妈身体都还很健康的话，你问问看他们的想法。然后小黄也问他爸妈是跟他说之后再讲他现在也舍不得离开这个住10几年的地方，亲戚朋友都在附近，所以小黄最后没有选择买这个全龄友善宅。他自己是换了一间总价比较便宜，这个贷款缴起来比较没有压力的房子。他跟我说他更努力工作，拼拼看，等5年之后能不能换上这个全龄友善宅，而且5年之后他变中古嘛，对不对？说不定价钱上还有优势，然后再看爸妈到时候有没有心动。那这一片孝心真的是现代的孝心就是长这样去搞一个全龄宅，然后给行动不便，当然他是没有了行动不便的家人来住我也祝福他未来可以顺利完成目标，然后等他入住以后再就拍我去看一下全龄友善宅真实的使用居住状况。